去年的水蜜桃收获了很多又大又甜的果实，其中剪枝是功不可没的。今年继续修剪，平衡一下生长和收获，剪出桃树的未来。我去年春天的时候做过一期视频，介绍了桃树的修剪。今年咱们用同样的3棵桃树继续追踪下去。这3棵桃树里边有2棵水蜜桃，还有1棵蟠桃，有2个是开心型的，有1个留的是改良主干型的。我觉得对这些桃树的修剪、生长做长期的追踪和比较还是非常有意义，将来也是非常有参考价值的。还是先来看这棵自然开心型的蟠桃树。这棵树是我在2022年的秋天种下来的，到现在大概是1年半的时间。如果按它的苗龄2年算的话，现在应该是有大约3年半的时间了。这棵树的目标是要培养成3主干的自然开心型的。我们都知道，我们种植果树、修剪树形是要以它最初的目标作为出发点，进行后边的处理工作的。这棵树我们从这个方向看上去，它的3条主干脉络还是很清晰的。但是它这里边的一个重大的问题在哪儿呢？我们可以看到，像这样的主干，它的主次已经不是特别的分明了，上边有好几条干都是特别粗的。所以我们培养的一个目标呢，就是让它的3条主干层次特别的分明，主干就是主干，结果枝就是结果枝。先来看一下这3主干其中的1条，看它的上部有好几根粗细相当的枝子，我们都没办法分清哪一条是它最终的主干延长枝了。这种情况下一定要去掉一些，只留1条。我们重点就是要促进这条枝干主干的生长，因为这棵树的树龄还小嘛。我选择了1条位置还有方向都比较好的枝干作为主干的延长枝，就是这边的这1条，剩下的上边的这3条就直接给它剪掉就行了。看看拿下了这么1条3头的3叉戟的枝头，这条呢就是将来的主干的延长枝了。看看空间是不是一下就开阔好多了？换个方向再看一下，是不是那边敞亮多了？接着就该处理3主干的另外1条主干了，就是对面的那1条。这1条的最大的问题是它的主干，就是直直的这1条，它左手边有一个侧枝，长的粗度和主干差不多了，会影响主干的生长，我们要把它给去掉。这1条呢是要在它的根部留一个牙子进行修剪的。看它这儿有一个牙子，这儿还有一个牙子，这2条牙子今年修剪之后它会发出来，可以考虑留其中1条作为明年的结果枝。看我左手边的这1条，这1条呢是因为夏天的时候给它扭枝了，所以它长的粗度还是可以接受的。这1条可以给它留下来，今年结一下果，然后到冬天的时候再给它短结。接着是开心型的第3条主干，这上边不像刚才2条那样没有那么特别粗壮的枝子，但是枝头的地方也是要做调整的，因为有2个枝头它会和主干的枝头竞争。看就是这条它长得比较靠上，而且粗度呢也和这边的主干差不多了，要把它剪掉。我们主要培养主干。剪掉之后呢，看看这边基部是有牙子的，另外一侧也是有一个牙子，留这2个牙子让它继续生长。另外一侧这边也要给它留牙修剪，这种牙子就可以作为明年的结果枝来培养了。然后往下看，这儿还有1条粗度也是比较粗，而且它将来垂下来会和另外这一边重叠，也是长得比较偏内，所以我们也是一样的给它留个牙子做修剪。这个刚才是因为角度的问题没有看到，它其实下边是有好几个牙子的，所以我们就从这儿给截掉了，不然的话留的这个桩子是有点太长了。然后再回过头来看这1条主干，它上边的枝子有点多，像这个主干的延长枝，它的右手边枝子太多了。我们比较靠近的这1条，它其实是有点偏背上的，将来搭下来会影响另外的2条，所以把它要给它剪掉，还是同样的留牙修剪。这边这1条刚才已经把大头剪掉，确定好中间的这条是将来的主干的延长干，然后看它左手边这儿有1条是跟它有竞争的，所以我把这1条也给它疏除掉，也是在基部留牙修剪。另外左侧还有2条，我想先让它今年稍微的结下果子，秋天的时候把它给剪除掉。好了，开始第3步。第3步就是梳理上边的这些小枝。梳理小枝的原则呢，就是把背上啊、背下呀，还有过密的这些枝子给它梳掉一部分。像这种就是背上的枝子，我们就给它梳除掉。
像这种明显没有什么花芽的，或者是花芽分化很不饱满的那种，也是给它疏除掉。这种小枝呢，直接疏除就可以了。它的基部都是有隐芽的，这些隐芽会再发芽的。这些密密麻麻的背上的，还有背下的这种小枝特别多。这种是去年留下来作为一个结果枝的，现在也给它疏掉一部分，留这么一条小枝结果。那边内侧生长的给它剪掉。像这种小枝也是直接疏除掉，这儿也是，它有2条，一条是向内侧向上生长的，给疏除掉。这种也是一样，都是向内侧向上生长的，疏除掉。这种上面有好多这种小细的，它是没有结果的花芽的，直接给它剪掉。哎，继续调整。这种也是好多的分叉，要剪掉一些。这还有一个小的结果的枝，我们可以保留这样一条让它结果，其他的像这种小的上边是没有花芽的，直接就给它疏除掉。然后像这一条呢，它比较靠下，而且会和旁边的重叠交叉，我们也是给它疏除掉。然后这儿有一个特别小的，我们给留芽修剪。这地方这一条呢和旁边的这个是比较近的，也没有必要留2条同时结果了。我们看这里边，这儿有一个芽子，就给它剪到这儿。然后将来这个芽子如果长出来之后呢，结过果之后，我们就可以把这儿给它短结，就下一年培养这一条作为结果枝。这种高处的、背上的、背下的，还有和主枝竞争的这种小枝，也给它疏除掉一些。这条也没用了。像这种枝的，它靠底部靠得比较近，而且是直直的向上生长的。虽然上边有花芽，但是也是没有必要给它保留的，直接疏除掉。还有像这种让它今年临时结次果的，也给它疏一疏。这儿还有一条背下的，给它疏掉。这种小枝上边没有什么花芽，就顶头的地方有一个，也不算饱满。我这样就给它留个芽子修剪。因为现在看不出来它基部的那种隐芽是不是能发出来，所以多留2个芽子还是保险一些。这样大体上就剪完了，最后一步呢，再进行一点查漏补缺的工作。看这种长得比较靠下的背下，这儿还有一个枝子，这枝子上面虽然是有很多的花芽的，但是没必要让它结果，因为太靠下，将来长出叶子都被阳光遮住，也长不好。而且这个地方呢，我们也是不期望它能再长出枝条的，就给它疏除掉。行了，这棵大约3年半的桃树就先这样处理了。将来结了桃子之后，很多枝头都会被压下去的，到时候可以再稍微的调整调整。给剪刀用酒精消过毒之后，开始第2棵桃树的修剪。这第2棵桃树呢，是一棵水蜜桃，是2022年春天的时候种的。当时种的是一棵比较小的桃苗，如果按照1年半的苗龄来算，到现在的话，大概是有3年半的时间了。这一棵桃树呢，大家可以看到是一种不太常见的桃树树型，是这种改良的主干型的。我留这样的树型，主要的一个目的就是和另外一棵水蜜桃是开心型的做一下对比，看看家庭种植的话，它们有什么样的区别。这棵桃树呢，整体看上去只要做一些微调就可以了，修剪量还是挺少的，主要就是把那些徒长枝给它去除一下，不要和我们预留的这种主干的枝条竞争。先来下一层，像这一层呢，它这儿长出了2个粗度相当的这种枝头，我们要给它去除掉一个。像这一条呢，我们留一个芽子，然后给它剪掉。这样的话，这个芽子呢，将来就作为一个培养的枝头。然后这一条呢，我是想它长得其实也是太长了，我是想给它等到结过果之后呢，给它回缩，看看能不能回缩到这个位置吧。另外的一条也是，这儿也是有一个分叉，这种分叉给它去除掉就行了。再来看这边，它分了3个叉，我把其中的一条给它剪掉。然后这边这一条呢，我想将来让它作为骨干的延长枝。这边呢，可以让它暂时的结下果。这第1层是培养了4个主干，像这边这一条，它这儿也有一个分叉，但是上面有2根比较不错的结果枝，我暂时先保留下来，让它结果。等到秋天的时候，结过果之后，再把它从这儿给剪掉。然后就到了上面这一层了。上面这一层呢，我就打算保留2条主干了。左边的这个还有右边的这个，现在可以明显的看到左边这一条呢，它这儿长出了一个特别长的徒长枝，粗度都已经比我要培养的这个主干要粗了，所以这一条呢，我就给它疏除掉了。
右边的这一个呢，要培养的主干是这一根，它现在这儿也有一条，这条呢，我可以让它今年先结一下果子，然后结过果之后给它从这里疏除掉，因为这条的粗度不是特别的粗。这有一个比较短的桩子，当时留了比较多的芽子给它修剪，但是因为它在内堂嘛，也没有必要让它这么长了，给它从这儿剪掉。这样的话，给它留个芽子，让它长出结果枝，明年结果。再往上呢，就到了顶上了。顶上的修剪就更简单了，留一个带头的枝就行了。看左手边的那一个有点太粗壮了，我把它给去除掉，留右手这个来带头。这个直接给疏除掉就行了。这棵桃树在修剪顶端的枝头的时候，已经需要用到这样的小板凳了。这个高度基本上就是我的极限高度了。我不会再让它长得更高了，换上小剪刀做一点微调的工作，把这些背下或者是背上过密的枝子给它疏掉一部分。这条背下枝呢，可以这儿留一个芽子修剪，将来万一要想疏除掉这根，这儿还有一个能长出来的结果枝，剪掉，留芽修剪。这些都是作为培养的这种短桩，像这种上边都是没有结果枝的，我把它从这儿给它剪下来，然后留个芽子，也是作为将来培养的一些备用枝吧。这种没有果实的疏掉，这种也是疏掉。这边有个三叉头，我把这个粗壮的给它疏除掉，然后留两边的这一条比较红，然后这一条呢粗度也比较合适，留它们俩来结果，这个可以搭下来。这头部也是疏除掉一个。这种靠近主干特别近的就没有必要保留了，直接疏除掉就行了。这些地方也不希望它再发出芽来了。这种都是被鹿给我咬过的，都是属于干掉的病伤枝。这种也是被鹿给咬坏的，只能疏除掉了。这鹿对桃树、果树的破坏还是最大了。这些鸡爪枝头，像这种背上的没有果实，这种也是疏掉，这种也是给它疏掉。这样就留这么一根来让它结果就行了。还有一些像这种背下的非常非常短的小枝，像这种呢，其实你处不理它问题都不大，它对整个生长没有太多的影响。像这种也是去年短结之后没有发出来很好的结果枝，像这上边都是没有果实的，所以我们继续把它短结掉。这种也是一样，没有发出特别好的枝子，而且这儿又是被鹿给我啃坏了，所以在下边这儿给它留一个芽点，这儿有芽点，给它短结掉，希望这儿能长出来明年的结果枝。哎呀，这种是被鹿给我啃的，真是心疼啊！这种我给它刮一刮，等会儿喷一点这种密封的愈合剂，这感觉跟刮骨疗伤差不多了。还是喷点酒精再消一遍毒。现在到第二层了，第二层需要修剪的其实并不是很多，像这种高处的那边够不着了，这种分叉剪掉，顶上的这个分叉也剪掉。这边顶端有一个竞争的，而且会重叠，将来给它剪掉一个。这种背下的小枝疏除掉一些，像这个头部也没有花芽，然后这种呢跟它是重叠的，没有必要保留了。这有一个芽点，给它留着，看看将来如果能长出结果枝的话，那就明年结果。这儿还有一个上边没有结果的，而且是个鸡爪枝。这第一层的主干枝下边，这所有的都要去除掉，这是去年长出来的。行了，就先这样了。这棵我剪得比较轻，等到将来结果做出果实之后，我在疏果的时候再给它适当的调整一下。我期待的是这棵果树今年能够结出50个水蜜桃。现在到第3棵了，这一棵也是棵水蜜桃树，这是2021年的春天的时候种的。去年秋天我们收获了将近60个特别好又大又甜的水蜜桃，这是我们结果的主力啊。当时种的也是裸根的小树苗，如果按照1年半算的话，那到现在这棵桃树应该是有4年半了。这棵树呢，因为去年结了很多果实的缘故，它整体上是抑制了整个树势的生长的，所以树上边冒长的这些土长枝条并不是很多。今年修剪的工作呢也是比较轻的，像这种很典型的长在内堂特别粗壮棕色的，这都是去年发出来的这种土长枝，可能也叫水条吧。像这种呢，我们就给它留芽修剪，或者是给它回缩。像这里呢，这边右侧有一个很好的结果枝，所以我们就给它回缩到这个地方就行了。这种剪下的枝条，回头我给它整理一下，这样可以留给朋友们做嫁接用。因为我这个地方湖景水蜜桃还是很少的，这品种特别好吃，比本地的其他的桃子都好太多了。
像这边还有内堂生长的特别长、特别大，也特别粗，直上直下这种枝条，这种枝条也是要给它剪掉的。但是呢，不是连根疏除，是要留一些芽子的。像它这儿有一个芽子，但我不确定它能不能发出来，所以我安全的话，给它考虑从这儿多留一些芽子给截下来。这一条也是，虽然上边有很多饱满的花芽，而且整体的粗度也适合结果，但是因为在内堂直上直下，将来长了叶子搭下来之后，把这一片都给遮挡住了。内堂这一部分还有很多的结果枝，可能就见不到阳光了。这种呢，我也是留芽修剪。像这种被鹿给啃断的枝子，这只能疏除掉了，上边都死掉了。这个小枝虽然还活着，但其实根部已经断了2/3了。疏除掉吧，这种也是咬断了。这基本框架就出来了，还是像刚才前2棵树那样做一点微调工作，把上边的这种背上背下的短枝过密的地方梳一下。这还有被鹿咬伤的枝子，看看这一整片都是被鹿当时给我啃下来的。这条枝呢，你像这些皮都已经坏了，我是想将来能有一个好的方向，发展出这种比较壮的枝之后，能把这边的这个主干给它替换一下。看这条上边它是有好多长的，其实尺寸都不错的这种结果枝的，还有这种短果枝，我就基本上给它保留下来了，这种结果是不错的。像这种背上生长的，我给它疏除掉。这条呢，我可以稍微留个芽子修剪，这样至少有一个备用的结果枝。现在有这条小枝结果，这条小枝结果，这条呢其实是可剪可不剪，我觉得。然后这边有结果枝可以结果，这条将来要是结果多的话，它垂下来，然后也不影响别人的光照。这边的这一条到这里，这儿有一个明显的分叉，我把这比较粗的给它留个芽剪下来，留那条细一点的结果。这边是背上的位置，这儿有一个比较粗的枝子，留个芽修剪，不然遮挡其他的阳光。这条也是一样的，留个芽子，看看在这儿吧，给它修剪下来，然后疏除背下的这些背下枝，这种小枝背下的也给它疏除掉，然后这种分叉剪掉一个。背上的因为附近也没什么枝子，留个芽修剪掉，这种背上疏除。这条呢结果挺好的，但是有点太长了，可以给它短截一小段。这种内堂的小枝有3个分叉，这剪掉一个，这儿留个芽子修剪。像这种枝子呢，先让它结1年果，然后结过果之后就可以给它疏除掉了。这种小枝也是稍微调整一下，像这种呢，给它留个芽子作为培养，将来这条枝结一个果之后，给它从这儿做一个回缩的处理。这边也是背上的这条头部。这儿是把背下的给疏除掉吧，因为这条枝干它实在是有点太矮了，我们留它向上生长的来结果。这条留个芽子剪掉，这些完全没有花芽的那就不用考虑，就剪掉了。有些小果枝还是留些芽子培养一下，多留芽口。像这边这些背下的枝子它太矮了，而且被遮挡住阳光，所以给修剪掉。这背上还有一些这种过密了，留个芽子给它修剪。这边还有这种背下的，从这个角度看呢，这有条枝它肯定会被上边遮住阳光的，这我留个芽子作为一个培养，让它这儿这个芽子明年看看能长出结果枝来。这边这条也是一样，等到这条结果之后会把它压下去，这是交叉的了。这条我也就留一个芽给它培养了。这条是有点背上，但是挺好的结果枝，粗细也合适，可以先让它结1年果。这儿的小枝把可能遮挡阳光的都给它剪掉，留这么一个小的让它结果吧。就这样，再来细调背下的这种。又发现一条干的枝子，这鹿啊把我这一片都给咬成光秃带了。本来这儿有好多培养出来的结果枝的，全都被吃光了。这也是我觉得在剪枝的时候要多留芽口的原因，尤其是在内堂，如果万一要是遭到这种鹿害的话，那芽子太少了的话都被吃光了就没了，多一点呢还是有修复的可能性的。这棵桃树呢，我感觉去年是因为太小，结果太多了给累着了，今年我给它限制在大概不超过60个果子吧，因为其他的2棵桃树也都能够结果了，应该是足够我们吃了。还是应该尽可能的平衡一下结果和生长的，让这些枝干尽可能的长得粗壮一些，为将来结更多的果实打下坚实的基础。我们桃树修剪不光是要考虑现在今年，还要考虑未来。